绣红楼真正的老板是你吧？你假意让程思指全力查案，这样就能知道案件每一步进展，提前找好替死鬼。你步步为营，好不容易全身而退，为什么又要铤而走险呢？是你太蠢，还是觉得我们太蠢呢？小环境啊，小环境！你怎么小小年纪，跟你那个老子一样爱说教？你们现在想怎么说，你们就怎么说。老夫不过是在府中被人意外毒害，其他的一概不知。大理卿憋了这么久，就憋出来一招死不认账，怎么和卢正廉一个德行？这么说你是不承认去过杨侍郎的家，也不承认和那些女孩有关系了？老夫一生清白，不容攀咬啊！好啊，既然大理卿想当个好官，那我便给你说个故事。太史丞，你说什么故事配得上大理卿呢？当然是嫉恶如仇，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的故事了。太史丞，请讲。绣红楼一案，虽然孙之望和卢正廉皆已伏法，但谁都知道，幕后诸多侵害宫人的达官显贵，人在逍遥法外。大理卿吴月坤，痛心于律法遭践踏，下属被陷害，更痛心正义不得。但他也知道，人证物证皆毁，依靠正常的手段根本无法得到真正的公正。于是，他决定兵行险招，打算用自己的方式，让这些人付出代价。如何让这些人付出代价？大理卿听过娄绰的招供，找到了手臂内侧有伤疤的恒王，他假意谋取恒王信任，慢慢摸清了那帮人的底细。5日前，他与恒王在杨侍郎家中密会，他趁机将自制的毒药撒入池中。为了不引人怀疑，大理卿宁愿亲赴毒池，与他们鱼死网破。好在苍天有眼，大理卿及时服下解药，保住了一条性命。真是可歌可泣，感天动地。圣上一定会法外开恩，褒奖大理卿的一片苦心，哪怕大理卿毒杀了圣上的亲生儿子。是不是想说我空口无凭，随意攀咬？我当然有证据了。大理卿的贴身之物，圣上御赐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呀？你当然是找证物了。这可是我放掉杨侍郎家那池毒水后，在池底意外发现的。这一瓶毒，是我专门为你配制的，与池中之毒有90%相似，入水冲淡后，便有10%相似了。这样的小药瓶，我在你府上藏了5、6瓶。别急，等嫩叶菊来搜家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藏在哪儿了。现在缺的是人证，娘子自是不会认的。你家车夫也早跑了，不过没关系，杨侍郎家的门房那晚见到你了，他可以作证。他撒谎，他是撒谎，可此事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啊。你最擅长毁尸灭迹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无中生有。你能信口雌黄，我也能颠倒是非。承蒙你们这些前辈的教诲，我又学会了不少断案的新法子。既然你喜欢玩，我一定陪你玩到底。
绿泽花的香膏，姐姐好品味。哎，姐姐，你不签这借条了吗？签。姐姐，手怎么这么抖啊？手抖得厉害，写不了字儿。我帮姐姐。吴监座，结局我已经写好了，钱什么时候可以给我？胡监座，好身份的叫法呀！我的钱只借给朋友，姐姐这般换我，令我好生伤心啊！你要怎么样？我要姐姐真心待。姐姐到底在怕什么？怕我还能把你怎么样不成？我有这个心，也没这个本事。姐姐若不信，来试试。哪个不长眼？福昌县主，胡监座好雅兴。一场误会。好大的狗胆，对县主不敬，还敢光天化日欺辱宫人！娘子，你不要污蔑人啊！我是以为哪个不长眼的没规矩，这才开口骂了人。县主，那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小的吧。再说了，哪里有人欺辱宫人？这位姐姐来找我帮忙，不小心打落了书卷。一派胡言！你拍在她身上做什么？娘子，你不要毁人清誉啊！碧柔姐姐摔倒了，我将她扶起来，不信你问姐姐。别怕，你如实说。好了，胡监座不是说了吗？一场误会。我有话要问他，你回避吧。奴婢告退。碧柔姐姐，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情啊？今儿个因为姐姐，我可被冤枉惨了。回禀县主，奴婢是来找胡监座借钱的。方才奴婢不小心摔倒了，是胡监座将奴婢扶起，还请县主不要错怪胡监座。那误会解开了。县主既然有事儿要问小的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先起来？哎，啊，你去外面等我们。是。这位是？不关你事。哎，认识韩笑吗？壁上花那事儿之后，谁人不认识他呀？除此之外呢？啊，他在出宫之前也是我曾帮扶过的人。钱是你借给他的？可不是嘛，出宫前还欠好大一笔呢。幸亏呀，这宫里给的安置费够丰厚，才将将的把本金给还上。那利息呢？那只能算了呗。哎呀，我这一天天干的，净是些赔本的买卖。赔本的买卖为何要做？我心好啊，都是苦命的人，遇到难处了总得帮扶一把，不是？真是好心。那他出宫之后，你可又帮扶过？这县主说笑了，掖庭局只负责将宫人送到寺观处安置，任他们各有去处。这去向为何，掖庭局从不过问，怎么会再见到呢？啊，硬要说起来的话，还真见过一次。你是想说那日的宫墙里？我开个玩笑。你也想被嵌进宫墙里养花？小的错了，县主饶命。我可以饶你，可是有人想要你的命啊！
县主吓唬我。这条项链坠子，见过吗？哎呦喂，这可真是个好东西啊！虽然不曾见过，但想必是哪位妃嫔的宝贝吧？上寝局的红苕说，这东西是你送给他的。我呸！那个不知轻重的贱婢！此等物件岂是我们这种人可以有的？可是他说的清清楚楚，是掖庭局监座胡达托人送给他的定情之物。县主，我贪财也好色，可是贪财在好色的前边，惜命更在这贪财的前边。县主尽管带他来与我对峙，也让他把掖庭局的内侍一个一个确认，找到他说的那个中间人。这时辰也不早了，近日因为韩少姑娘的案子，圣上广开天恩，准备再放一批工人出宫。奴婢还有许多差事要做，无法奉陪二位，见谅，见谅。那胡监座若是有什么一时想不起来的，也别忘了来内业局找我。自然配合县主办案。你不喜欢读书，为何用这么多书做摆设？我自然是爱读书的，这些都是平日里我常看的。县主慢走。胡达这趟差事要出宫，太史丞也注意到胡达的马车套上辔头了。我刚查看过了，他这院子里没有艾草。他房间熏香淡雅，他可看不上艾草，是有人故意把韩笑的死引到胡达身上。活该，他那个样子，连我都想揍他，肯定得罪了不少人。什么借人钱财，不过就是私自放贷收高价的利息。我得查查他一个从九品监座哪来的这么多钱。他的书架第3层有一卷礼记，如果能拿到的话，里面应该会有东西。笔记？整个书架只有那一卷书被翻动过，我想应该不会是因为他喜欢看。太史丞先回吧，跟踪胡达就不劳烦太史丞。今日无需值夜，我同县主一起去。敌人无聊得很，太史丞随时可以回去。关心也是一样追踪星辰踪迹，有时候几个月才会移动毫厘。原来太史丞才是行家。不过这胡达既然着急出宫办差事，为何不慌不忙地吃起酒来了？不对，坐这儿的人呢？我没看见。酒楼有没有后门？没有。不对，那家。这边。太史丞知道往哪儿走。那架马车比寻常的宽出不少，能走的街巷有限。我们现在位于方中的东北隅，马车能去的方向只有一个。尽管马车速度再快，但我们走小路，即便以我们现在的步速，也一定能够在延乐巷口拦住他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带太史丞走条更快的路。哎，来。
县主，请先行。忘了太史丞不会功夫了。观察班进马营。县主。 买鸡啦！大公鸡啊！卖鸡！哇，这谁泼的泔水啊？给我出来！你哪只眼睛看到是我泼的？这泔水从你店里面泼出来，不是你是谁？你看我这一身，你赔钱！也自己不长眼，还有理了？你个没良心的！谁没良心？谁没良心？影响我做生意，我还让你赔钱的，滚！臭死了！啊！我告诉你赔我钱啊！你。 老君，吵什么呢？他不赔钱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他，行，老君，滚回去！艾草。 救我！救我！来人呐！来！救我！让开！让开！别动！胡达。 胡达，卖鸡啦！哪个扫良心的泼的泔水啊？看到是我泼的，不是你是谁？谁没良心？臭嚷嚷影响我做生意，我还让你赔钱呢！我这个怎么算？滚！这。 你去了哪里？有人要杀你，你不想知道是谁？想我死的人那么多，谁知道是那个不想还钱的钱掌柜？你在宫中放贷，哪来的钱？杀你的不是你得罪的人，就是你仰仗之人。你现在只是个背负着杀死韩笑罪名的替死鬼。我没，胡达，胡达！车夫的脑袋被砸中，当时就死了。我听围观的群众说，胡达是被蝙蝠咬死的。他不是被咬死的，是被蝙蝠毒死的。县主，这是旁边几道吧？蝙蝠怎么会在白日平白无故的攻击人呢？胡达身上有玲珑草的味道，所以引得蝙蝠狂性大发。玲珑草，是他房内的熏香？不，他衣服上沾了玲珑草的粉末，是有人趁乱撒上去的。但这么多蝙蝠能藏在哪儿呢？是被切断的。有意思，从那盆泼出去的水开始，胡达就入局了。太史丞去追的是不是一个身穿黑袍、头戴兜帽的大个子？就是他。那人有些驼背，足印前深后浅，应是常年拉重物所形成的习惯。方才县主去救胡达时，还同他擦肩而过了。艾草，天，怎
么是蓝色的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都开始说胡话了呀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是不是摔到脑袋了呀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清醒一点。记住，你要寻找之人，想办法斩断魔神林氏的宿命，一切便会迎来新生。小姐，爹爹，赵佑伯伯，我真的回到过去了，你们等着我。苏苏，爹爹相信你，你一定能做到。等着我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清醒一点啊！小姐，那个，劳驾，能不能扶我一把？我头有点晕。哦，先得搞明白眼下是个什么情况。那个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姐，我是春桃啊！你果真摔坏脑袋了，回府被老爷知道会打死我的。看来如今我生在一个富贵人家。春桃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方才摔了一跤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你能帮我个忙吗？小姐，你要春桃做什么，直接吩咐就是了。你这么说话怪吓人的，还对我笑。春桃，你快告诉我，我姓甚名谁，父母何人？小姐您姓叶，贵名惜物，是咱们将军府嫡身的二小姐啊。哦，我想起来了。那我们在这荒郊野外做什么？哎呀，我想不起来了，头好痛。小姐，咱们今日是来慈寿寺上香，结果上完香，您非要来这后山，说是看风景。咱们半路上遇到了一群强人，说要劫财劫色啊。那他们得手没有？没有，咱们连滚带爬的跑到这儿，结果您从那个土坡上滚下来，摔昏过去了。所以我们是在逃命躲土匪？那逃掉了吗？快看，那小牛在那儿呢！走。糟了，这凡人之躯飞不起来。小姐，你做什么啊？没事，脚麻了，跺两下。跑！小妞，别跑了，跑不掉的。老姐，别跑了，老姐，跑不掉的。你快找个地方躲起来。好。算了，你还是躲我身后吧。好。小姐，多谢你护着春桃，你脑袋要是一直坏着就好了。哼，我尽量。二小姐，别跑了！站住！老实交代，是谁派你们来谋害我的？我可以饶你们一命。小姐，你为什么这么问啊？方才他叫我叶二小姐，分明是知道我是叶将军府的嫡女。山野匪类便是想劫财劫色，也该掂量下斤两吧。小姐，你摔过脑袋之后变得好聪明啊！所以，你们是准备顽抗到底了？兄弟们，给我抓住他！你。叶惜物，你难道一点武艺也不会，平时都不锻炼身体的吗？李素素啊，李素素，4州3界还等着你呢，可能要出师未捷身先死。这处女困后与我命脉相连，一定能招出来，一定得招出来啊！冲什么？小姐，你坠子掉了。该死，如今的躯体只是个凡人，毫无修为，连兵器都招不出来。我果真要虚考自立了。小姐，
小姐，小姐！大师兄，大师兄！二小姐，请自重。大师兄，宫野纪武，你叫我什么？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您没事吧？第二小姐，怎么又是你？他不是大师兄。六殿下，我家小姐今日摔坏了脑袋，有点糊涂，您千万见谅。二小姐，不要再做戏了。我萧凌此生独钟叶冰裳一人，绝不会对你有意。方才救你，也只是出于道义，请你好自为之。告辞。这已经不是500年后了。他叫萧凌。是呀，小姐不记得爹娘也就算了，怎么连六殿下都不记得了？那你说说吧，他是什么人？六殿下是陛下唯一的嫡子，在民间最得人望，人称山茶花殿下。那他方才说的什么独钟，什么有意啊？小姐既然忘了，就别打听了，就都忘了吧。没关系，你告诉我。小姐之前不是爱慕六殿下而不得吗？可如今六殿下就快成为你的姐夫了。我爱慕他啊，全圣都都知道。那他方才说的什么叶冰裳，便是我姐姐？前几日六殿下来府中看望大小姐，小姐您心里不痛快，便把大小姐推进湖里了。六殿下为此事正在气头上呢，您别怪他说话太冲。推落水，叶希武，你也太缺德了吧！那我姐姐她还好吗？听说是染了风寒，不过无甚大碍。只不过小姐你今日一反常态，闹着要来这城外为大小姐祈福。二小姐，二小姐怎么样啊？什么怎么样？别过来啊！小的们演的怎么样啊？刚才没惊着您吗？可是您吩咐的，让小的们越凶越好啊！二小姐，您可别不认账啊！可是您说的，把这六殿下引过来英雄救美，您就再给小的们10两银子。您说您这面也见了，这天也聊了，这扑也扑了，该给小的们结账了吧？小姐，这都不会说出去的。叶希武啊，叶希武，
你缺德都缺出花来了。小姐，你可记好了，你爹是咱们大圣国柱国大将军，你娘生前是荣恩郡主，你祖母是大长公主，你全家都是大圣国1等1的贵人。知道了，我都快背下来了。不过待会儿进了家门，记得帮着我些，不能叫老爷发现我摔了呢。小姐放心，包在春桃身上。好气派的宅邸啊！会投胎果然很重要。不知道魔神现在在哪？哎，春桃，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，这个人的名字你可能没听过，他大约住在皇宫里面。小姐不妨说说看。这个人叫谭台烬，你听说过吗？你知道？这个人就是咱们姑爷，你夫君啊！啊！哎，小姐，这里就是花园，姑爷这会儿应该还在那儿，就快到了。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魔神了，也不知500年前的他实力如何。仅凭这副凡人之躯，也没有重羽帮忙，我能否杀得了他？小姐啊，你怎么脸色那么不好啊？春桃，你说谭台烬入府已有半年了，那你可知道他有什么罩门吗？罩门？就是害怕的东西。小姐，我说你怎么会把这个也忘了？咱们姑爷在这府里最怕的，就是你呀！啊？魔神不是生而为魔，10几岁时还只是一个孱弱不堪的凡人。看来过去镜中的那个神君说的果然没错，这个谭台烬还只是肉体凡胎一具。不如现在就去会会这个未成气候的魔神。破光阵的时间、地点也都没有错，这么容易就找到他，看来老天都在帮我。他就是谭台烬，是魔胎。他看起来好虚弱，他真的会变魔神吗？若非他叫谭台烬，打死我也不会相信他会是魔神。你，二小姐想要说什么？杀了他，就能改变魔神降世，四周3界被屠的命运了。可爹爹在开阵前说过，苏苏，谭台晋升为魔胎，身负邪骨，若肉身死去，邪骨就会醒来，他会立刻蜕变成魔。你要找到办法，先毁去他的邪骨，才能彻底杀掉他。别冲动，李素素，毁掉邪骨之前，不能让他死。可是邪骨在哪儿呢？怎么才能毁掉？越看越觉得奇怪，会不会哪里弄错了？这一切也太容易了。
衡阳宗守山门的狗都比他凶，会不会同萧凛和大师兄一样，只是碰巧长得相似啊？不行，可别错杀了无辜，我得确认一下。小姐，好冷啊，我们回去吧。谭太监，你把手伸出来。姑爷，你再伸过来一点。谭太监，你掐我一下试试。别动，你做一个凶一点的表情，试试。二小姐，你要发便发，又何必戏弄我呢？谭太监，我要你在心里想，你想杀人。你想杀了我。今日本尊便要杀绝仙门，从此再无一根仙骨。是他，小姐，小姐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姑爷掐到你嗓子眼了？您一直在打寒战，还是先送您回屋吧。好，真的。再离这个人远点。谭台烬为什么会跪在冰面上？小姐，你都忘了，是你让姑爷罚跪3天的呀。我让他跪，他就跪？不然呢？叶希武，你可真了不起，魔神都凶不过你。那我又是为了什么让他罚跪的？我有点想不起来了。还是因为之前您把大小姐推进湖里的事儿。那关谭台烬什么事？您当时脚底一滑，就也栽下去了。六殿下当场跳进水里，游过去救大小姐。姑爷看见六殿下跳了，就也跳下去了。救我？救大小姐。冰城小姐被他俩救上来，小姐您是自个儿扑腾上来的，可把您给气的，您就罚姑爷到外头跪着去。当天晚上下了鹅毛大雪，那湖面上都结了一层冰。你看了高兴，就让姑爷到冰面上跪着去了。你说，谭台烬，你不是爱吃狐狸血脉吗？就好好在这血脉几天吧。这也太不是东西了啊！我是说，谭台烬竟然胳膊肘往外拐，太不是东西了。小姐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，气坏了身子。虽然说姑爷喜欢大小姐，啥？你的意思是，谭台烬喜欢叶冰裳？可也就只能想想。小姐，您雷霆手段，姑爷有贼心也没贼胆，只能身在曹营心在汉。所以，我喜欢六殿下，六殿下喜欢我大姐，谭台烬也喜欢我大姐。没错。叶希武，你们两口子也太有出息了些，天天对着人家一双佳偶流口水，这日子是怎么过下去的？那既然我喜欢六殿下，为何会跟谭台烬成亲？这我可就不知道了。不过那个时候姑爷还被人叫谭台殿下呢。既是殿下，为何会有我这般作践？同样是殿下，可命却不一样。听说当年姑爷在景国当殿下的时候，就很不受那些人待见，
很小的年纪就被送来咱们圣国做质子了。原来澹台烬是景国的质子，那为何所有人都不喜欢他啊？姑爷脾气古怪，难免受人排斥。可说来也是新鲜，就说他那个父王吧，似乎对他儿子的死活完全不在乎。当年景国仗着兵强马壮，秋日里起兵，说要打过漠河，来圣都过年，多亏了咱们老爷，不光把那些景国兵马打得屁滚尿流，还一路他们打回了老家去，别提多威风。要我说啊，姑爷也就是恰巧来咱们府上当了上门女婿，才侥幸逃过了一劫，不然当时陛下肯定头一个就把他砍。那小姐先好好歇歇，春桃就宿在隔壁，小姐有事唤我就好。爹爹，我在这边已经安顿下来了，你们可以放心了。魔神我也已经找到了，只是现在还不能杀了他，来改变魔神临世的宿命。不过，好在他现在还只是个柔弱的凡人。罚他在冰天雪地里跪着，先让他吃点苦头好了。起风了，今年一定非常难熬。外面风声这么大，他不会有事吧？爹爹、昭幽伯伯、大师兄，我这么做没错吧？他还真一直跪着呀。我什么时候睡着的？小姐，你醒了。昨夜那大风吹得跟狼嚎一样，您睡得可还安稳？哎呦，他怎么还在这儿呢？你看到了吗？这都第3日了吧？你可真够硬的！哎呀，得罪了二小姐，没她好果子吃。肯定是装的。这里每个人都那么讨厌他，他要是不装的可怜一点，日子会更不好过。谢谢，谢谢叶小姐。叶小姐真是活菩萨，这么多年来，每逢初一、15都亲自来周棚施粥，雷打不动啊。赶明儿我也去庙里求一求，保佑他和六殿下早点成亲，生他3、5个小王孙。不用谢，小姐，六殿下昨夜派中太送信来，说他今日休沐，会来周棚帮忙。这算时辰也该到了，你把勺子给我，快去打扮打扮。不用了。对了，拿好了。中太跟我说，昨日他们去练兵，在城郊遇到了二小姐，那个泼妇还不肯放过六殿下，不可口出恶言。不用谢，
二妹已经嫁人了，此番胡闹，怕是以后在京中的名声更加不堪。你听来的这些闲话，也不要去祖母和爹爹他们面前说。小姐，你还替他担忧什么呀？你前些日子被他推得坠了湖，他染了风寒，老爷他们不也没罚他吗？以后不许再提此事。那好了，谢谢您，叶小姐。不用谢，把这边都清扫一下。六殿下到。我该回去了。冰城，我们好不容易才见一面，这就要走了。已是日渐黄昏了，再不回去，怕是要被家中长辈责怪，失了体统了。我这些日子在城外练兵，圣国的军营有一大半的规矩都是叶大将军定的。等回了城，想和你多说几句话，没想到啊，还有你们叶家的规矩等着。殿下说笑了，叶家规矩大，冰长自幼习惯了。叶家规矩再大也没有二小姐大，就连景国的质子都要被他发去贵宾。谭台烬去贵宾了。啊。谭台烬虽是质子，却也是景国的王子，叶惜雾怎可如此折辱？罢了，与那刁蛮之人全无道理可讲。你坠湖之后，身体还未大好，今日早些回去休息吧。也罢，那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你那个恶毒的夫人，已经罚你跪在这里4日了。这样下去，你真的会死的。你是真心要置你于死地，难道你看不出来吗？二小姐，二小姐。二妹妹，我知道方才在湖边，你不是故意的。我就是故意的。大姐，今日六殿下来看你，你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没想到现在却变成了落汤鸡，感觉如何呀？二妹妹，我平日和你无冤无仇，何必苦苦相逼呢？这话你和六殿下去说吧。我真不知道你学了什么狐媚之术，把六殿下迷得团团转，看都不看我一眼。还有那个毫无夫德的谭台烬，竟也被你勾引。既然他那么爱出风头，我就让他出个够。冻死了，也不过就是过去跟祖母说一声。叶冰长，我也不怕告诉你，你再怎么折腾，过不了几日，谭台烬一定会死。只要你们都不出现在他面前，六殿下就只能喜欢我了。真是个狠毒的恶妇！有人过来了。这府里怎么总是乌鸦飞来飞去的？真是晦气。好像姑爷来了以后就一直这样。太阳又落山了，这天寒地冻的，再跪下去，他可能真的活不过今晚了。他是死不足惜，可是如若血骨复苏，麻烦就大了。哟，姑爷，对不起啊，恕小点说，没看见您在这里赏月，就是弄湿了您的衣裳。走。天这么冷，谭台烬全无修为，衣服又湿透，他顶不住的。
二小姐，天寒地冻，请回吧。不用劳烦你亲自来监看我受刑。谁说我是来监看你了？我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我只是来看看你死了没有，免得还要我替你收尸。我便是死了，又何劳二小姐亲自来为我收尸？这世上想要看到我横死的人，多如过江之鲫，说不定到时候会成群结队的来向你登门道贺呢。你以为你这么说，我就会可怜你了？可怜我？不行，小魔神已经动蔫了，再这样真的会死。算了，以后有你报应的。这斗篷难看死，我不要了，送你了。二小姐的衣裳，我不敢领受。若是二小姐不喜欢了，明日叫春桃拿去扔了便是。你，二小姐还有何事？看吧，李苏苏，这小魔神根本没血没肉，你明明可怜他，他却还阴阳怪气。但凡这魔头还有一口气，就不能给他一丁点善心。有这好心，不如多去喂喂狗，感化感化山匪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小魔神死不足惜，可三界四周的性命还都压在他身上呢。哎，谭台静，你不要装死啊！你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会可怜你。这个景象似曾相识，难道他就是在这里死去，然后化身成魔了吗？谭台静，谭台静，醒醒！春桃，春桃，小姐，是你叫我？我叫你，快进来。哦。小姐，是你没醒还是我没醒啊？你说什么胡话？赶紧去烧洗澡水，越快越好，救人要紧。哦，快一点！小姐，你方才怎么跟顾夜抱在一起了？我们不是夫妻吗？那人间的夫妻不是理所应当同床共枕的吗？人间？快看看洗澡水烫不烫？哦，好。小姐，水不烫了。春桃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小姐。这些伤是被叶夕雾打的吗？早知道小魔神弱成这个样子，我怎么也不会赔上四周三界的前途，来跟他赌这口气。快缓过劲儿来吧，拜托拜托，你可是魔神，为了四周三界，你也不能死啊！谭台烬，你真可怜。又是你，每次当我濒死的时候，你都会出现。我一直都在。我知道，你就在我的身体里。你想要它吗？还不是时候，不要着急。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你已经迫不及待了吗？是啊，20多年来，这副身躯给了你什么？只有疼痛、饥饿、寒冷、屈辱，还有受困于人。有朝一日，你可以摆脱这副肉身，将灵魂奉献给我，
然后你将得到永远的安宁。无所谓，不管是这副身躯，还是什么灵魂，你若想要，随时都可以拿去，我不稀罕。澹台烬，耐心些，你要尝尽人间的苦楚，汲取无尽的怨恨。你背负着命定的诅咒，注定不得善终。当你的痛苦达到巅峰，生命走到尽头时，我会来接受你的献祭。原来500年前人间的月亮这么明亮，可惜自魔神临世，到处都是浊气。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过月亮了。生为魔胎，身负邪骨。这邪骨究竟生在何处，长什么样子啊？究竟哪一根才是邪骨？没摸出哪块骨头有什么不同啊？你在做什么？你也醒了？叶惜雾，你又在玩什么花样？你管我玩什么花样？你既然醒了，就赶紧起来穿衣服，别泡在水里面装死。去哪儿啊？去湖面，还没有天亮。哎，你不能去！你给我站住！今日不许去了，以后也不用去了。为什么？你是我的人，天天跪在外面人来人往的，不是丢我的脸吗？那真是抱歉了。我累了，我要睡了，你不要跟我说话了。爹爹，你们送我过来时肯定想不到，你女儿要和魔神睡一个被窝。你站着干什么？快点做，做完我也要睡觉了。做什么？当然是你每天都要做的事情。你不记得了？不妙，千万不能让他发现了。我记得呀，我怎么可能会忘？你等我一下，我有点口渴。春桃，我要喝茶。春桃，你快告诉我，我每天晚上和澹台烬都要做的是什么事情？打他呀！啊？自从小姐你嫁给姑爷之后，便心气不顺，所以每晚睡前都要抽姑爷一顿鞭子才肯解气。这是变态吗？啊？鞭子放哪儿了？就放在小姐你褥子底下。要抽多少下？这可说不准，看小姐你心情吧。
这么长的辫子，叶希武，你果然是个变态。李素素，你从前斩妖除邪，眼睛都不眨，臭辫子有什么下不去手的？这一边，你且替500年后的魔神受着。魔神，这都是你应得的。李素素，你到底在干什么啊？如今他还不是魔神，任打任骂，逆来顺受，欺负他，折磨他，就能阻止魔神降临吗？这样只会让你心中更加难受。我累了，今日打不动了，睡觉吧。谭太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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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的。糟了，冰天雪地里跪了4日，还挨了那么多鞭子，凡人之躯怎么吃得消啊？林素素啊，林素素，这回你可闯大祸了。春桃，春桃，春桃，你睡了吗？春桃。小姐，姑爷的药煮好了，还有别的吩咐吗？没有了，这次真的不会再叫你了。你好好去睡。谭太介，谭太介，回啊！啊，小魔神已经烧迷糊了，也不知道这人间的草药管不管用。张嘴。怎么还这么烫？
小时候我发热，爹爹就是这样给我敷冰帕子的。你终于醒了，我就知道这招肯定管用。行了，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去睡了。啊，我真是欠你的。这女人出门上香，莫不是撞了邪，被什么上身了？小姐，昨晚折腾了半宿，怎么不多歇息会儿？谭台烬人呢？姑爷除了受罚，平日里会去藏书楼里抄经，今日一早便去了吧？哦，谭台烬，这份救命之恩你赖不掉也躲不了，给我好好记住，有朝一日你得拿命来偿。什么时辰？快到50了。老太太、老爷、大少爷他们已经到饭厅了。二小姐好。这些都是叶希雾朝夕相处的家人们，想留在叶府，得先过了这关才行。这位应该就是圣国柱国大将军叶希雾的爹爹，这位应该是叶家大公子叶希雾的大哥，至于这几位，应该就是叶希雾的姨娘们。这位尊荣华贵，应该就是叶家祖母了。祖母，你是怎么回事啊？看春桃做什么？待会儿连春桃一起罚。糟了，叶希雾，你这个惹祸精，这是又闯什么祸了？过来。糟了，不会是要挨手板吧？你这是想急死我呀！这么冷的天，你连件挡风的衣裳都不穿，就在外面跑来跑去。你们看看，这穿的都是些什么呀？我可怜的囡囡哦，你身边连个能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，到头来疼你的还得是自家人。哎，来，把这个穿上就不冷了。还好只是虚惊一场。这才像个样子。春桃，到库房再领几张皮子，给你家小姐多做几件冬衣。是。祖母，我也想要一领白狐裘。想要？喏，找你爹要去。爹，我要白狐裘。你要个屁！叶泽宇，你还好意思？身为叶家长子，不知习武练剑，像你二弟一样戍边守国、建功立业，就知道跟那些狐朋狗友去骑射玩乐。就你这副德行，圣都有几个正经姑娘家会看上你？菜都快凉了，快吃饭吧。囡囡啊，坐到你爹爹旁边去。去吧。是。慢点啊。爹。娜娜，赶紧尝一尝
爹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所以特意吩咐厨房做了你爱吃的菜啊。我听下人们说了，你昨晚又是泡澡又是熬药的，折腾了一宿，肯定费了不少力气。你可要多吃点才行啊！是啊，来，多吃点。哎，多吃点肉，吃这个，千万别往心里去。这便是书上所说的人间亲情。这全都是给你做的，都是你爱吃的菜。快给他加点那个红烧肉啊！这家人对我很好，豆腐汤也鲜，跟你一样好。昨日里听安定侯府的大夫人提起，说囡囡将病场推落水的事儿，已经在京城里传开了，各处都在议论。哎，议论就议论，还怕他们不成吗？对他的名声不好。胡闹就胡闹了，囡囡都已经嫁出去了。哎，爹，去年二妹未嫁时，你可是说闹便闹，以后嫁了人想闹都闹不得了。这怎么嫁不嫁，总是二妹有理啊！闭嘴，吃你的饭。叶惜物啊，叶惜物，我算是知道你怎么会是这副德行。我这几日想过了，推大姐落水的事儿终究是我的不对，我今日想去向她赔个罪。母亲啊，囡囡现在长大了，这也太懂事了。我们也算懂事吗？心地善良，又有担当，不愧是我叶家的子孙。真是快把叶惜物宠上天了。不过赔礼道歉，我看就不必了。万一冰常病气还未去，被染上，那就不好了。没关系，祖母。祖母说的对。二妹若是来向我赔罪，倒是看清了我们姐妹的情分了。大姐，二妹快请坐。祖母，是我不好，这几日带着病气，未能向祖母和父亲请安。今日施粥归来洗沐一番，没想到却来得晚了，搅扰了大家吃饭，真是该罚。囡囡，听见了没？你姐姐都说了，不用去赔罪了。冰常，坐到泽宇那边去吧。谢祖母。怪不得大师兄，不，萧岭和谭台烬都喜欢她。这样一个美人，脾气温柔，心眼儿也好，谁会不喜欢？谭台烬人呢？怎么没来吃饭？哎，你还真当自己是主子了？你总不能天天只吃饭不干活吧？就是啊，不能不干活呀。怎么？哼！哎，你看啊，我们哥几个辛苦了一下午，那还有一大堆主子们用过的碗筷没刷呢。我看您成日里清闲无事，劳您大驾，去把那些碗筷洗刷干净，再吃饭，怎么样？就是啊，劳您大驾了啊，姑爷。姑爷请吧。哎，去吧，那就辛苦姑爷了。来，兄弟们，吃饭！哎，来吃饭啊！来帮吃。哎，给你了啊，给我了，我给我，我给你了，哎，给你，这给我了，还跟我加上那个，哎，给你。啊，好，你吃了。所以谭台烬自从入府，从未和我们一起用过饭，都是在厨房和下人一起。是啊，小姐那么烦他，哪还有胃口吃得进饭啊？不过我听说姑爷平日里也不大能吃饱，下人们都是看人眼色行事的。小姐你平日里怎么做，他们就跟着怎么做。这个魔头，饿他几顿也是活该。可整日里躲得远远的，我怎么盯得住他？厨房在哪？
哎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有些人呐，他就是主子的身份，奴才的本分啊。就是啊，那叫啥来着？贵人见命啊！贵人见命，过得其实啊，还不如咱哥几个呢，是吧？就是啊，咱哥几个吃，哎，吃饭，这个香啊！哎，你要真香，真不错。哎，你们说，就他这种人啊，活着有什么意思呀？要我说啊，不如早点死了算了。叶惜雾平日里就是这样纵容下人们刁难谭台烬的。对啊，死了算了，还不如死了。去吧。是。哪来的苍蝇啊？大冬天的，这哪来的苍蝇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喝水啊！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吃个苍蝇，我不吃了，你们吃。哎，你们吃。咱们接着吃，你坐这边。完活了，真晦气。走。哎，二小姐，您怎么来了？那个谭台烬，谭台烬做错了什么，让你们催他去死啊？小姐，我方才让姑爷去刷碗来着，那桶里都是哥几个昨天晚上特地从湖里砸出的冰疙瘩。嘿嘿，哦对了，还顺手啊，泼了姑爷一身水。昨晚没冻死他，但是今天让他多洗会儿，保管他连手指头都能冻掉。嘿嘿，而且今天也没给他吃饭，只留了一桶泔水。你们平日里就是这么欺负人的吗？人本无贵贱之分，可有人甘愿自轻自贱，一辈子当个奴才，还非要踩在别人头上找那一点乐子？看到别人过得困苦，就这么让你快活吗？小姐，您别当真啊，这不哥几个想替二小姐出气，对您我们肯定是绝无二心的呀。今日你敢对谭台烬这么说，不过是欺他无人平一。哪日叶家败落，你们是不是也敢对祖母爹爹对我这么说话？不，小的不敢。二小姐教训的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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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小姐教训的对。你别吃这个。二小姐，人不吃饭是会死的。这些东西不干净，那些家丁都不知道往里面加了什么，你吃完会生病的。比这个更脏的我都吃过。他们方才那样说你，你连句反驳都不会吗？你一个君王之子任奴仆欺辱，你一点羞耻之心都没有吗？羞耻之心，那种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。比起羞耻之心，还是这碗饭来的更重要。叶惜雾，你跟我走。没有这口饭，我可能会死，但若有了羞耻之心，我根本就活不到今日。少废话，跟我走。把这碗饭吃了，然后该干嘛干嘛去，不要整日病恹恹、瘦骨伶仃的，一个不小心就病死了。二小姐这套伎俩已经用过一次了，我若是再上当，便是活该。二小姐，恕不奉陪。坐下。什么伎俩？你把话说明白。二小姐方才问我有没有羞耻之心，这种东西，
二小姐你自己怕是也没有吧？好啊，既然你让我说，那我就再说一次。好，你说。半年前，七夕宫宴，你姐姐和萧凛在宫中相会，携手游园。而你呢？你却一心想要拆散他们二人，独占萧凛。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副名为劫春蚕的迷药，准备下给冰长小姐与武殿下萧良，想叫他们二人生米煮成熟饭。可不曾想，萧良那日将我拦下。今日宫中宴饮，就连宫女和太监都能开荤，你该不会还饿着肚子吧？啊，也罢，谁让我这个人向来菩萨心肠，这点心就赠与你吧。多谢武殿下。哎呀，真是不巧哈！不知你最近听说没有？近来景圣屡有骄兵，若父王经谁提醒，想起你来，把你杀头祭旗，也不是没有可能吧？哎呦，忘了，你喜欢吃碎一点的啊？够碎吗？够了。可我刚吃下不久，就感觉头晕目眩。这时你突然出现，抱住了我。武殿下的劫春蚕不慎被我误食，好巧不巧，叶冰长的那份阴差阳错被你吃掉。宫中见证之人众多，叶将军只得请旨，为你我赐婚。兹尔柱国大将军嫡女叶氏，景国三王子韩台进佳偶天作，下旨赐婚，以成其美。后来，你将此事原委告知于我，从此，你就以戏弄、折磨我为乐，愈发的扭曲、恶毒。叶惜雾啊，叶惜雾，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所以这一次，二小姐又在这饭食当中放了什么呀？我什么也没放。是吗？二小姐劳神费力，只为了让我吃上一口饱饭？不行吗？谭台静，我告诉你，你想把自己饿死，门儿都没有。给我好好看着。你这回满意了吧？以后一日三餐你都来这里吃，春堂会给你送饭，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，不许再给我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脏东西。
好像真的只是一碗饭。这女人究竟是怎么了？这应该是自打你进叶府以来吃到的第一顿饱饭吧？发现没有，这几日那个女人也太正常了，是不是脑子坏了？也许她想用其他办法折磨我吧，毕竟我人在这边。若是质子死了，叶家也无法脱责。也对，这女人反复无常，这儿确实不能久留。不过离开了这儿，你还能去哪儿呢？啊，对了，我遇上了几只锦国过来的乌鸦。锦国？真巧，那儿也是我的出生之地。你去过锦国王宫吗？那可是天底下最恶心的地方。他们说，他们看见了有巫医在焚烟做法，闻到了病人腐朽的味道，还有焦躁的大臣在朝堂上踱步。大概是景王吧。那个理应被我称作为父亲的人，命不久矣了。可我连叶府都出不去，那些东西也与我无关了。父王，儿臣有要事禀报。灵儿，你来得正好。刚收到急报，澹台无极快死了，他的那个哥哥即将继位，左右留着那个质子也是没什么大用了。儿臣听闻，澹台明朗天生是一副铁石心肠，这个人未必会有顾念手足的天性，杀了质子，恐怕会如他所愿。我的灵儿果然是聪慧啊！如此说来，姑若留着他，便是扎在澹台明朗心头的一根刺。姑稍后便宣澹台烬进宫，姑倒要看看他作何姿态。若他有心，姑不妨助他回去，搅浑景国，再趁乱将他杀了。要是他才薄志浅，姑也就没必要再留着他了。届时找个年岁相当的送去景国，只要澹台明朗信为真，那么真伪有那么重要吗？